我是永宁伯府的庶女，没人知道，每晚我都从密道被送到皇宫的龙榻上。终有一日我倦了，提出要一个名分。陆怀川抱着我的手顿住，贵妃有身孕了，再等等吧。我闭了闭眼，都说姑姑宠冠6宫，果然不假。后来回了伯府，姨娘捏着帕子问我给你挑了门亲事，给裴胜裴将军做继室，你要嫁吗？沉默了片刻，我点了点头，我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宋贵妃有孕的消息传来的时候，永宁伯府上下都沸腾了。老夫人亲自接过赏赐的圣旨，激动得手都在颤抖，这是大喜事啊！不知娘娘可安好？宣旨的太监笑着将人扶起，有圣上在，娘娘好得很呢。贵妃有孕，皇上甚是欢喜，又听娘娘提起府上有不少姑娘，这才替贵妃赐下这许多赏赐来，让姑娘们拿去分一分。说着，似是不着痕迹地瞥了我一眼。我立在角落，整个人无精打采，一夜未睡回来，就被喊到院子里等圣旨，几乎站立不稳。好在无人注意，等人都走了，我跟在人群后面回了正厅。老夫人仍在兴奋状态，不时传来爽朗的笑声。也是，永宁伯府人才凋零，唯独靠这个贵妃女儿撑一撑门第。可惜贵妃受宠多年，膝下却无子嗣，如今有了身孕，她自然欢喜。嫡母也凑过去讨好，娘娘有了身孕，若是诞下个皇子来，姑娘们有这么个贵妃姑姑，又有个皇子表弟，亲事也能再上一层楼了。说着，拍了拍身边眼睛盯着赏赐不放的嫡姐，顺着她的视线，是一套金嵌宝石头面，上面镶着细碎的明珠，流光溢彩，甚是夺目。这是西蛮的贡品，我曾在陆怀川那里见过，当时光线昏暗，唯有头冠上的夜明珠闪耀微光。见我呆愣，她笑着吻我，傻丫头，瞧你没见过好东西的样子，回头送你。眼下她为了安抚我，就把东西赏赐了下来，只是这好东西未必轮得到我。果然嫡母一边笑着让人把头面送到嫡姐房里，一边促狭地调侃，你亲姑姑送的东西自然都是你这个嫡女的，做什么眼巴巴的样子。我最后拿了几个珠花2盒胭脂回了院子。燕儿是唯一知道内情的丫头，她抱着盒子替我委屈，夫人真是，皇上明明是想分给姑娘的，结果好东西都进了大姑娘的院子里。我揉着眉心没吭声，准备再睡个回笼觉。我从未奢望过能拿到这套头面。陆怀川是皇帝，他会想不到这些吗？不过不愿多想罢了，既不能光明正大的给我，赐给府里也算全了他的心意，不过是求自己的心安罢了。我和陆怀川是在宫宴上相识的，他醉了酒，将我错认成贵妃。彼时他和贵妃闹了别扭，于是我成了他的代替品。他不肯给我名分，却也不肯放过我。那些日子的每一晚，我被一顶小轿送到破庙里，再蒙上眼，顺着地道送到龙榻上，直到他和贵妃和好，却仍偶尔来接我。从对着我喊贵妃的名讳，到动情地唤我阿乔。我想他心里大约有我了。我想要一个身份，我一个闺阁女子，没了贞洁，没有庇护，我只能进宫。可他还是拒绝了我，理由是贵妃有孕了。可是我不想等了，我喝了那么多避子汤，再这么下去，身子要毁掉了。我想嫁人了，我想赌一赌，嫁一个好人家。我去寻了姨娘，为了我的亲事，姨娘挑了好些人选。我看中了驻守边关的裴胜裴将军，他死了妻子，家中一儿一女。此次来京，便是想从京城庶女中求一位继室。好多女子嫌弃边关偏远，不愿意嫁，可对我来说，嫁得远倒是更安全些。没过多久，姨娘传来消息，裴将军准备上门求亲了。她笑着安慰我，要我把心放肚子里，准备好做将军夫人。我点了点头，心中隐隐有些担忧。变故是这时候出现的。裴将军提亲那天，嫡母许的是四妹妹。我脸色惨白，踉跄着去正房，想问个为什么。正欲推门，嫡母的声音隐隐约约传出来。我想了许久，还是阿乔给你做陪嫁应妾比较稳妥。你四妹妹心思重，只怕你不好掌控，倒是阿乔好摆不些，且她生母在府里，总不敢出幺蛾子。紧接着是嫡姐不情愿的埋怨声：娘，阿乔样貌出挑，我是怕他迷了二皇子的眼。
这又何妨，不过是个漂亮的花瓶而已，你何必放在心上？你大度些，你姑姑给你争取的亲事，莫要生出不痛快。我这才知道，贵妃求皇上将嫡姐许给了二皇子，而嫡母想让我做嫡姐的陪嫁应妾。原本他们是主意四妹妹的，只是事到临头却改了主意，反将四妹妹嫁给了裴将军。三小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一声呼唤打断了我的思考，随着门被推开，嫡母和嫡姐愕然的视线看了过来。我低着头，良久听到自己干涩的嗓音：母亲，我想嫁给裴将军。放肆！嫡母的怒气在预料之中，她站起身冷冷地凝视我，婚姻大事乃父母之命，哪有女儿家私自决定的道理？你既然听到了，我也不瞒你，我打算让你做陪嫁应妾嫁给二皇子。这件事老夫人也是知道的，你一个庶女，给皇子做妾已经是你的荣耀了。我抬起头，心中突然一阵厌烦，漆黑的眸子意味不明，连声音都带着淡淡的嘲讽。母亲是认真的吗？若是我进了二皇子府，只怕二皇子这辈子无缘大位了。你们会后悔的。我不信，陆怀川看着这个抢他女人的皇子，能有好脸色？显然他们不懂我话的意思，以为我在诅咒二皇子。嫡姐气愤地将手边的东西砸了过来，我这才注意到，她头上戴的是那套夜明珠头面，细碎的明珠随着她的动作亮得晃眼。我被关了起来，只有姨娘中途来了看了我一次，她还咬着唇，像是下了某种决心。阿乔，我和你四妹妹商量过了，她想嫁给二皇子，不如裴将军接亲那天，你带她出嫁，她替你给二皇子做妾，可好？我怔了片刻，心下满是感动。姨娘爱女心切，我却不能让她陷入困境，更何况我已有了决断。我轻轻摇了摇头，娘，我嫁。既然他们想让我陪嫁，我成全他们。我也很想知道，陆怀川看到我做了他儿子的女人，是个什么心情？是不是还能忍着恶心告诉我，让我再等一等？窗台的雀鸟还在盘旋，见我靠近，停留在我掌心。我冲他微微一笑，告诉你家主子，我答应了。他叫了一声，展翅离开。直到出嫁那一天，我才被放出来。说出嫁倒也不算，毕竟是个妾，一身桃红，一顶小轿，并入嫡姐那108台嫁妆堆里。嫡姐和二皇子入洞房的时候，我正在门口候着。他黑亮的眸子惊艳之色一闪而过，又看向嫡姐，声音温柔地滴出水：我们的新婚之夜，不该出现外人。说完转向我，冷冷地斥道：滚出去！我默默退下，临走前看到嫡姐的头纱之下欣喜地红了脸。一桩婚事，我看得出来，贵妃和二皇子大约达成了什么协议。二皇子想当太子，贵妃想给孩子寻个依靠，而嫡姐就是这笔交易的纽带。二皇子在向贵妃表示他的诚意。次日一早，我去看望嫡姐，她容色娇艳，整个人像泡在蜜罐里。瞧着我，她居高临下，施舍般开口：等会儿要进宫请安，你也一起吧。虽然是个妾，好歹也是我们宋家的姑娘，总不能让别人说我苛待姐妹。我点头应是。她不在的地方，二皇子偷偷凑到我跟前，不怀好意地握住我手，挤眉弄眼：夜里我去你房里，记得等着本殿。我笑了笑，没有吭声。进宫的时候，贵妃不在，二皇子直接带着我们去了养心殿。陆怀川正在写字，30几岁的人并不显老，他手执狼毫，一挥而就的姿态，颇有大家风范。整个人在庄严的养心殿里威严冷漠。儿臣携妻妾给父皇请安。二皇子直接跪了下来。陆怀川嗯了一声，并未抬头。见嫡姐吓得不敢言语，二皇子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。嫡姐小心翼翼地开口：儿臣宋元珠，拜见父皇。陆怀川笔尖顿住，抬头瞧了他一眼，狼毫搁置，他饶有兴致地绕过来：你就是宋家的嫡女，你是不是有好几个庶妹？嫡姐呼吸都慢了几分，回父皇：儿臣有3个庶妹，其中3妹妹伴儿臣嫁到了二皇子府做妾，这次也跟了来。说着回头小声唤我：快请安。陆怀川微怔，语气有几分古怪：3妹妹，不是4小姐吗？说着目光也跟着移向我。在嫡姐的催促声里，我深深地看了她一眼，眼看着她身体瞬间僵硬，
瞳孔也跟着惊恐的颤抖。我从容地磕了个头，一字一顿，妾身宋锦乔，给皇上请安。他不可置信的声音在头顶响起，你说你嫁给了朕的儿子？我依旧平静地回答，是。二皇子不明所以，疑惑地出声，父皇，你们认识？你们什么关系？哐当，重物落地的声音。陆怀川黑眸通红，目眦尽裂，恶狠狠地盯着我们。在他的身后，桌案上的笔墨狼毫落了一地，手指颤抖地指向工人，都给朕滚出去。很快，殿内只剩我们4人。二皇子低垂着头，大气也不敢喘。嫡姐更是吓得瑟瑟发抖，唯有我神色淡淡，没什么表情。陆怀川几乎气笑了，他一把捞起我，狠狠地按在墙上，低头就吻了下去。他像只蛮横的野兽，高调地宣示自己的所有权。良久，他抚去我唇上的血迹，阴森森地看向他的二皇子，掷地有声，这就是我们的关系。对方如遭雷击，脸上血色褪了个干净，抖着手指说不出话来，仿佛见到了什么颠覆三观的东西。嫡姐则受不住惊吓，两眼一翻昏了过去。好一会儿，二皇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，哭喊着地磕头，父皇饶命啊，父皇，儿臣不知啊，儿臣真不知道宋三姑娘是您的女人啊。陆怀川暴跳如雷，滚！我被带到了寝房。陆怀川双眼猩红，脸色阴沉的可怖。宋锦乔，他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吗？我退了一步，挣开他的桎梏，唇边溢出冷笑。我的身份？我有什么身份？他眉梢微挑，你在怪朕？我别过头，强压下涌上喉咙口的哽咽，妾不敢，妾不过一介弱智女流，既不敢不敬君王，亦不敢违逆父母之命，不知皇上这话从何而来。他盯了我一会儿，终是笑了，将我拉进怀里，柔声道，好了，气性比朕还大，朕知道你受委屈了。朕也是听说陪嫁的是4小姐，没想过是你，是朕疏忽了。我挣扎不过，索性扑在他怀里大哭了起来，我可是你儿子的妾，你怎敢碰我？他黑眸愈深，搂住我愈发紧了，声音也带着一丝沙哑，阿乔，你是朕的人，朕不会让你嫁给别人。这次的事，朕会想办法。你放心，二皇子他们不敢动你。我仰起头，泪眼朦胧，那你何时让我进宫？他顿住，很快皱眉，阿乔，别让朕为难。我并未追问，善解人意地搂住他，吐气如兰，妾知道了，妾等着皇上。无人注意的角落，笑意不达眼底。回二皇子府的路上，嫡姐还在昏迷，二皇子的视线牢牢地锁在我身上，目光复杂，欲说还休。我半合上的眸子睁开，殿下，有事。他沉着嗓音，你竟然是父皇的女人，我还以为后宫佳丽3000，父皇只看重贵妃，原来私下里他还养了个娇娘。你可知父皇看我的眼神都什么样了？他双眸微眯，颇有些阴阳怪气，真是可惜，送上门的妾碰不得摸不得，还平白得了父皇的宴，你们宋家的女人真是好本事。我微微低头，唇角牵起涟漪，轻柔的嗓音像隔了层纱，殿下说的是，妾也觉得可惜极了。寂静的空气中，陆莹呼吸微滞，似是想到什么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看着他，眸光如雾若有似无，低低轻喃，皇上年纪大了，殿下以为呢？直到回到府邸，嫡姐才悠悠转醒。她先是茫然，看到我之后记忆回笼，目光骤变，紧跟着一个巴掌就要扇过来。拦住她的是二皇子陆莹。嫡姐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，你竟然帮他？你难道没看见他居然和皇上？未说出口的话淹没在二皇子冷漠的视线里，他低沉着声音，你要是不想死的话，就把今天看到的给我吞到肚子里去。嫡姐惊得下巴都在抖，嘴巴一张一合说不出话来。半晌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，你这么做对得起小姑姑吗？还是说你想做娘娘，竟然敢勾搭？说着脸色微变，到底没有说出口，转而生硬道，若是祖母爹娘知道此事，定不会饶了你的。我好整以暇地看着他神色变幻的脸，突然伸出手，笑眯眯地说，说完了？说完了就把我那套夜明珠头面还回来。他愣住，很快后退一步，警惕地望着我，嘲讽出声，怎么还没进宫呢，就想抢我的东西，你也配？
我缓步靠近，凑近他的脸，在他的瞳孔里映出我的倒影，阴森恶意。你猜猜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为什么要送到宋家？再猜猜，为什么宣旨的公公让姐妹们分一分？我尾音拉长，吓得他一个踉跄。他不可置信地盯着我，大约没想到我会这样对他。也是，装可怜久了都忘了，自己本质也是蛮横霸道的。只可惜被嫡庶尊卑压弯了脊梁。那套夜明珠头面到底还是到了我的手里，是二皇子亲自送来的。他看过来的眼神暧昧深沉，偶尔捉住我的手凑到唇边，却也不敢再进一步。我则是幽怨凄哀地望着他，欲说还休。我想他懂我的意思。撩拨了些时日，他终于破了戒，狠狠地将我禁锢在怀里，咬牙切齿。明明是他抢本店的女人。我伸手拉过重重床幔，唇角微勾。我想美貌并非无用的东西。在皇子府的这些日子，我过得很是悠闲。嫡姐对我敬而远之，不过偶尔碰到的时候，投来怨恨阴毒的目光，恨不得将我千刀万剐。我却付之一笑，一副你能奈我何的模样，更将他气得牙痒痒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向来愚蠢张扬的嫡姐，还有用脑子的时候。永宁伯府最近在上京算得上炙手可热的人家，除了贵妃有孕，更是有嫁女入皇家，以至于永宁伯老夫人60大寿那天，伯府很是热闹。这场热闹在贵妃亲临之后到达了顶峰。贵妃娘娘千岁千千岁，伯府的人跪了一地，唯有老夫人颤巍巍的要下拜被拦住，她激动的浑身发抖。娘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一身鹅黄色宫装的女子伸手虚扶着她，另一只手轻附在小腹上。她眉眼精致，微微上挑，举手投足间，美艳中不失贵气，柔和中不乏端庄。这便是当朝最得宠的贵妃娘娘，也是祖母最小的女儿，永宁伯的亲妹妹，也是我的亲姑姑。说起来，我也许久未见过她了。她生来高贵，又早早入了宫，自是与我这个卑微的庶女没什么交集的。便是想起娘家的姑娘，也是宣嫡姐入宫陪伴，以至于目光触及我，也是草草掠过。待环视一圈众人，她才缓缓开口：“都起来吧，本宫这次回来，不过是想看看母亲。”我爹舔着脸笑，娘娘如今有了身子，还来看望母亲，这份孝心真是令人望尘莫及。贵妃瞥了她一眼，并未接话。我垂下头，都说贵妃高傲，除了老夫人和嫡姐，对其他人多半是冷淡的。也是，这么多年落魄的伯府，才出现这么个金凤凰，自是有骄傲的资本的。宴后，宾客尽散，老夫人他们拉着贵妃私下说提几话，我下意识要出去，脚没踏出去，被嫡母叫住。她冷着脸：“你身为妾室，怎可不侍候主母？”我恍神：是了，我现在竟是连个庶女也不如的。贵妃和老夫人母女情深，嫡母也在一旁凑趣，只有嫡姐冷笑着看我端茶送水，沉默不语。在又一个话题结束后，嫡姐忽地冲我怪异一笑，紧跟着一杯热水泼到我脸上。不待我反应，她哭着跪倒在贵妃跟前，求姑姑给我做主啊！我面上的水滴答不止，不明所以地看着她。只见她边哭边喊：“娘娘您可知，三妹妹她嫁进二皇子府之前就有了身孕啊！”满是皆惊。我一时难以置信，不解地看着她。我有身孕？怎么可能呢？明明我前些日子才找大夫看过，还特意避开了他们的人。她愤恨不已，抖着手指向我：“三妹妹不贞，在婚前与人苟且，还有了孽种。二皇子也发现了此事，为了贵妃娘娘的脸面，这才瞒了下来，可也因此迁怒于我。三妹妹毕竟是宋家的姑娘，我实在不敢擅专，还请娘娘和祖母为我们夫妻做主啊。”贵妃面色微凝，这才低下头，居高临下：“你就是原珠的陪嫁应妾。”我愣了片刻，直直与她对视，心下说不出什么滋味。是，这便是陆怀川放在心尖上的女人。她摆了摆手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几个工人打扮的嬷嬷，一个按住我，另一个抓住我胳膊诊脉。好一会，诊脉的嬷嬷点了点头，回娘娘，此女的确有了近2个月身孕。我如坠冰窟，怎么可能呢？我和陆怀川明明每次我都喝避子汤了。嫡姐的哭声还在继续，求娘娘给我和二皇子一个公道啊！
我与二皇子成婚刚满月余，他怎么可能有2个月的身孕啊？贵妃这下彻底怒了，放肆！本宫有意和二皇子交好，你却做出这等下贱事儿来，叫本宫脸面何存？来人啊，给我将他拖下去，沉堂！很快有嬷嬷将我抓住往外拖，我惊恐地摇头，拼命地反抗。贵妃冷冰冰的侧脸以及嫡姐嚣张得意的面孔映入眼帘，仿佛在看个死人。我不能死！念头闪过，我不管不顾地叫嚷起来：我不能死！我肚子里孩子是……呜呜！嘴巴被塞住，抬头是嫡姐阴狠的脸：你还有脸提你的奸夫？说完又看向嬷嬷，还不快送她进猪笼，免得污了娘娘的耳。注意到贵妃侧目不悦的眼神，她讨好地笑了笑：娘娘不必多心，她不过是个庶女，哪能认识什么达官贵人？娘娘贵为贵妃，任谁能大过皇上去？她半眯着眼，笑容有些奇怪，总不能她攀上皇上吧？贵妃斜睨我一眼，冷哼一声，甩袖而坐，就凭她也配？我到底被带了下去。后院的深水冷得像冰，我被关在猪笼里，无助地拍打着围栏，一点一点下沉。渐渐的，湖水将我淹没。隐约中听到嫡姐的嘲讽：一个下贱的庶女还敢攀龙附凤，简直痴心妄想。皇上就算知道你被贵妃处死了，他也只会问娘娘有没有动了胎气，不会多看你一眼。陆怀川怎么想，我已经不想知道了。在意识模糊之前，我脑海里只剩下浓浓的恨意，对所有人。我像是死了，或许又没死，因为我又看到了陆怀川。我看到他惊慌失措地冲到湖边，几乎要跳下去，被人死死拽住。我看到他焦急地对着身边的人吼叫，包括他的贵妃。我看到一向高贵优雅的贵妃娘娘第一次慌了神，小心地拉她衣袖，却被无情地甩开。还有飞扬跋扈的嫡姐被狠狠摔在地上，惊惧得瑟瑟发抖，以及站在最后的二皇子，面目扭曲地盯着眼前的帝王，握紧的双拳青筋暴起。等到最后，我看到被打捞起的牢笼和里面的自己，我飘在半空，无声无息地看着他们。陆怀川视线触及猪笼的时候，眼睛都红了，他目眦欲裂，一拳打在了围栏上。我被放了出来，身下流了很多的血。陆怀川把我拥在怀里，抱得很紧。我听到他的低喃声：阿乔，你醒醒，阿乔，对不起。我还看到他眼底隐忍的泪，原来他对我这么深情的吗？真没看出来。我想笑，却发现自己没有嘴，只得瞧着被陆怀川抱在怀里的自己，动了动不存在的身体。我睁眼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。燕儿哭着喊我：姑娘，姑娘，你终于醒了。姑娘，我什么时候又成了姑娘了？恍惚间，我看到立在一边的太医以及宫女，有些眼熟，这不是给贵妃安胎的太医吗？从燕儿那里我得知了一切。原来我被沉塘后，陆怀川终于姗姗来迟。得知我被禁猪笼，他脸色骤变，头也不回往湖边奔。他把我救了回来，安置在永宁伯府里，还送了太医和工人来照顾我。他给了我新的身份，皇上说你是永宁伯府的表小姐，即将进宫的淑妃。燕儿有些欢喜地瞧着我，很是欣慰。姑娘，你终于熬出头了。我侧头望向窗外的扑腾的雀鸟，淡淡的扬唇，是啊，总算熬出头了。入夜，陆怀川来了，他抱紧我，像是失而复得的珍宝，几乎热泪盈眶。阿乔，你总算醒了。朕这才发现自己原来这么在乎你，你不知道朕听说你死了，朕有多害怕。是朕不好，不该把你丢在外面，让你吃了这么多苦。等你好些，朕就接你进宫，朕拟了只封你做淑妃，你说好不好？我歪头看他，微微挑眉，那贵妃娘娘生气怎么办？万一伤了笼子？他面色微变，用我的力道加重几分，不会的。我笑了笑，无悲无喜，可我肚子里的孩子没了。他眼神暗下来，闭了闭眼，声音发沉：我们还会再有的。待陆怀川走后，夜已经深了，伴随着鸟雀的叫声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。他脸上戴着面具，直勾勾看着我。我头也不抬：王爷别来无恙啊。面具后的人默了片刻，将鬼面拿下来，赫然是一张清俊的脸，正是陆怀川的亲弟弟庄王殿下。你怎么知道是本王？我有气无力，
猜的恰巧蒙对了。他笑了，听说宋三小姐空有美貌，原来都是虚言啊。我冷冰冰地扯了扯嘴角，自然并非虚言，不然怎么会被王爷耍得团团转？你让我进二皇子府，挑拨他们父子关系，又让我设下此局，差点废了我一条命，这就是王爷的诚意。他叹了一口气，本王亲自来就是为了怕三姑娘误会，本来应当是在你刚被沉塘的时候，陆怀川就该赶到的，只可惜朝廷那边出了变故，我已经尽力了。抱歉三姑娘，让你受苦了。我冷哼一声，闭上眼不说话。这局的确是我们设下的，目的就是要陆怀川后悔，然后接我进宫。我并没有怀孕，而是服用了一颗假孕药，引诱嫡姐上钩，利用上贵妃，实则是用这件事来打压她。而贵妃这手省亲，也跟庄王脱不了干系。我曾问过庄王，难道就不担心陆怀川心里没有我，他白忙活一场？他告诉我，他们是亲兄弟，自然是最了解彼此的人。据他所言，陆怀川还没有认清自己的心，也是可笑。陆怀川看不清的东西，他倒是看得明白。而我选择与庄王合作，为的就是报复陆怀川。庄王答应过我，事后给我一个县主的身份，放我自由。当然，我也留了他的把柄，只是因为他没有遵守约定，我差点没了一条命，让我不得不怀疑他的诚意来。见我表情变幻，他并没有再解释，而是诚恳地做了个揖。好吧，三姑娘，我承认此事的确是有意为之，只是按照陆怀川的心性，你真出事和差点出事，效果是差很多的。姑娘莫要怪我无情，只是如今姑娘也无大碍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还请姑娘见谅，莫要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合作才是。我冷笑一声，这话我倒是相信，不过不影响我心里不痛快。见我心情不好，他不再说话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夺窗而去。我揉了揉额头，望向外面渐亮的天，不知不觉中昏沉地睡了过去。次日一早，第一个来看我的是姨娘。听说我昏迷的那些日子，她照顾我累得病倒了，眼下拖着病体来看我。许久不见，她瘦了许多，想到她为我操碎的心，心中不禁难过起来。我想，以后再也不让姨娘为我担忧了。第二个来的是祖母和嫡母。祖母大约也是病了，脸上带着不正常的红，怒火却是更盛了。她瞧着我，敲着手里的拐杖叮咚作响，脸上的皱纹都气得发颤。孽障啊孽障，你怎敢勾引圣上？你这是剜你姑姑的心啊！如今贵妃受了皇上冷待，连带着未出生的皇子都不受待见了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错。你竟然还敢进宫当淑妃跟娘娘争宠，我要是你，做出这种下贱的勾当来，早就一头撞死了。等他说完，我才悠悠开口，祖母何必这么生气，都是永宁伯府的姑娘，怎么姑姑行，我就不行了？眼见他变了脸色，我愈发张狂，姑姑年纪大了，不像我年轻貌美，说不准能混个皇后回来，也算给伯父长了脸面，祖母说是也不是。我被沉塘那天，他这位祖母可是看都没看我一眼的，一心只关心贵妃别气坏了身子，眼下到来指责我勾引圣上，真是可笑。你，他气的话都说不利索，脸色涨得通红，伸出拐杖就要来打我。他自然不能真的伤到我，不说我身后那些宫人，便是嫡母，也是暗自咬牙的拦下他。娘，不能冲动啊，他是皇上的人。我好笑的看着他们一个打一个拦，散漫的笑。祖母莫要气病了，不然可就是我的过错了。嫡母猛地回头，恨恨地盯着我。宋锦桥，你很得意是不是？我这才注意到，嫡母的脸色惨白，像是很久没有休息了。也是，听说嫡姐被二皇子送到庄子上，回来的日子只怕遥遥无期。良久，我低低地笑了。母亲，我说过你会后悔的。当年我就告诉过你，拒了我的良缘，让我做陪嫁应妾，你会后悔的。他合上眼，半晌吐出一口气来，声音压得极低，像是自言自语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后悔了。他后不后悔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进宫了，以侯府表小姐的身份做了淑妃。在那里，我见到了久违的贵妃娘娘，她憔悴了很多，与上次的意气风发截然不同。正在又一次跟陆怀川苦苦解释，我真不知道她怀的是皇上您的骨肉啊，我只是太生气了，家中晚辈竟做出这样的事来，这才将她沉塘的。
陆怀川负手而立，仍未理会。他正欲再求，看到了门口的我，话音陡然停住。他高傲地仰起头，没有再说下去。出门时经过我，他看了我许久，他目光冷然，神色复杂，像是第一次正视我。千防万防，家贼难防。本宫竟不知家中还有这等能耐的后辈。你做出这种下贱的勾当，可曾顾及家中亲人？可曾想过他人的名声？我挑眉，想起老夫人的话，真不愧是母女。我失笑出声，娘娘这么大义凛然啊，不知娘娘将我陈塘那日，可曾顾及我是你的亲人？说着凑到他耳边轻笑，皇上怀疑娘娘有意害我陈塘，想来娘娘早就知道我的奸夫是谁吧？他浑身一震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我嘴角牵了牵，你看，装的正人君子一般，其实司马昭之心早就路人皆知了，其中大约又是庄王的手笔了。一边暗示贵妃皇帝与我有染，让他带着身孕来省亲，一边指使人告诉皇帝，贵妃早就知道我的身份，故意要害死我。既离间了皇上和贵妃，又达成了那日的计划，一箭双雕，果然好主意。我双眸微眯，笑意渐渐收敛。自从进宫过后，陆怀川的确待我极好，宫人拔高踩低，什么好东西都往钟粹宫送，倒显得贵妃那里受了冷落。好在她有肚子里的孩子护着，倒也没受多少委屈。光阴荏苒，贵妃的肚子一天一天带起来，她日日防着我，总担心我害她的孩子。终于在次年2月顺利产下一位公主，公主在第一时间就被送到了我的手上。在她养胎的那些日子里，早已接手了后宫的管理权。有了庄王给的那些药，我日日喂给陆怀川服用，足以让他离不开我，忘记他曾经的那些旧爱。贵妃挣扎着从产房出来找我，她虚弱的厉害，求你看在孤执一场的份上，把孩子还给我。我没有抢人孩子的习惯，并未为难他。二皇子仍旧不时来找我，他成长了许多，还留了胡须，看起来整个人阴沉沉的。他攥着我的手在掌心摩擦。阿乔，他死了。我眉头微动，明白了他是谁，是嫡姐。他笑容阴鸷，声音冒着丝丝寒气。我把他关到猪笼，扔到了海里。他惊吓得厉害，拼命地叫喊。我让人用石头向下砸，他破了相，流了血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沉下去。他看向我，黑眸幽深。阿乔当时是不是也这么痛苦？我笑了，点了点头，做得好，殿下。没多久，我又收到了庄王的来信，信上只有4个字：该起风了。我望了望天空，一片湛蓝，的确也该起风了。二皇子的谋反来得猝不及防，他像是一头凶猛的野兽，迅速地包围了整座皇城。攻到养心殿的时候，我还在给陆怀川喂药，他长鞭甩开药碗，碎了一地。他双眼赤红，阿乔，我来接你了。我平静地擦拭碎片剑上的血迹，你来迟了。他不解，什么意思？我看着他，无波无澜，我有孕了，我怀了陆怀川的孩子。他瞳孔地震，愤恨地将我扑倒。你说过你会等我的。我面无表情地任他动作，依旧重复那句话，你来迟了。你来迟了，我已不是曾经的我了。现在的我已经没有任何真心可以打动了。床上的陆怀川瞪大眼睛望着这一幕，颤抖着身子要下来拉开我们。阿乔，你们……二皇子回过头，笑容嗜血残忍。没想到吧，父皇，你的女人从来没爱过你，她心里的人是我，是你抢了我的人。陆怀川摇摇晃晃，脸上血色全无，急火攻心，吐出一口心头血来，整个人昏了过去。二皇子中箭的时候，我正在被他扯衣服，他低下头，盯着从胸口穿透的剑，攥着我衣襟，吃力地回过头。是庄王，鲜血从他胸前流下，滴到我胸前，晕开成花。我轻轻吻上他的额头，将人推开。别了，二殿下。温热的身体摔倒在地，仍死死地盯着我，不肯闭眼。我伸手抚过，替他合上，淡淡地看向来人。王爷这次很准时。他抽回剑，挑了挑眉，这次再不准时，只怕我和姑娘的合作就到此为止了吧。姑娘放心，既然大业将成，本王答应姑娘的事自然会做到。我低下头，唇角勾了勾，似笑非笑。可是
我不相信王爷了怎么办？他微愣，什么意思？我拍了拍手，不大的殿内迅速涌上一批黑甲卫，将赶来的士兵反扣住。他大惊失色，不敢相信地看着我，黑甲卫怎么会在你的手里？我眨了眨眼，王爷是个聪明人，或许也能是个明主。可是王爷千不该万不该算计我。我这条命虽不值钱，还总是想着多活几年的。王爷习惯了掌控全局，摆弄他人当棋子。可王爷大约忘了，我曾告诉过王爷，合作是需要诚意的。王爷既然不能给我想要的诚意，那我也只能对不起王爷了。说完，我看向不知何时悠悠转醒的陆怀川，语调温柔：“你说是不是，皇上？”陆怀川呆呆地看了看我，机械地点了点头。庄王目瞪口呆：“你对他做了什么？”我耸耸肩，笑容绽开：“自然是王爷的药，我不过是加了点东西，加了点能让人当成傀儡的东西。”说着话音转冷，一声令下，庄王同二皇子犯上作乱，全部给我拿下。这场混乱以庄王被斩首而告终，牵连相关人等一律下了大狱，朝廷血雨腥风，重新洗牌。而贵妃也在这场宫变中被害，留下2岁的公主。听闻是二皇子带的人，特意杀到了长信宫。我恍神，想起陆莹当初阴狠的眼神，阿乔，伤害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默了片刻，我带走了遗留的公主，而陆怀川依旧半死不活地躺在养心殿。我支撑着头颅，在他胸口画圈圈。皇上给臣妾出的那些主意真好，二皇子倒了，庄王也倒了。他仍是目光呆滞，你开心就好。我又撇嘴，臣妾怀了身子，太医说是皇子，皇上立他做太子好不好？好。皇上身体不好了，要是您死了，臣妾当找谁扶持太子？郑太傅、徐将军、蒋国公府都是可信之人。夜渐深了，我问了许多，他也回答了许多。在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，那双呆滞的眼神逐渐变得清明，很快又被痛楚取代，最后又慢慢归于呆滞。永和9年，7皇子出生，大赦天下，生母淑妃被立为皇后。次年，皇帝驾崩，太后垂帘听政，郑太傅、徐将军、蒋国公辅政。我透过珠帘望着跪拜的群臣，神情恍惚。若是我当年嫁给了裴胜，是不是便没有这一切了？可惜没有如果。这世间不与我公道，那我只能尽力为自己求一个公道。这已经是我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结局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每晚我都从密道被送到皇宫的龙榻上，